齐世元和大黄他们原本是打算去青楼的，可是面对这样的场面，还是让他们停止了前往青楼的步伐。这些都是要嫁给我大哥的，不是？这位老奶奶，您今年贵庚啊？我年纪不大，我才15000多岁，就是样子老了一点儿。可万一陈公子就喜欢这样的呢？我这不是过来碰碰运气吗？大黄感觉自己原本就不怎么富裕的三观再一次受到了震惊。我操，小妹妹你多大？你有10岁吗？要你管！你说谁？我是谁？还开玩笑！陈长安是我大哥，你说我是谁啊？你有没有脑子？这话也能说？快跑！看着大黄逃走，其他人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多好的一个能够接近陈长安的机会啊，居然就这么错过了。陈长安，陈长安出现了？什么？他就是陈长安吗？好帅啊！居然真的这么多人啊，这也太离谱了！而且这来的都是什么人啊？简直可以用千奇百怪来形容。他们是认真的吗？各位，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了，可是陈某如今并没有娶妻的打算，所以请回吧。姐妹们，冲啊！先到先得！我去，搞什么啊？见到如此局面，陈长安也只能够连忙退了回去，顺便布置了一道结界，将这些人给阻挡在外。太疯狂了！你们流云域的女性都这么生猛吗？太上长老，这是因为您的魅力太大了。滚蛋！少拍马屁！你告诉我，现在这样怎么办？我还能不能出门了？这件事情我交给你们负责了啊！3天之内，若是不能够让这些人彻底放弃对我的非分之想，我拿你们试问。只要让这些人放弃非分之想，怎么做都可以吗？不错，怎么做都行。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啊，有胆量，我看好你，好好干，以后我帮你在门主面前美言几句。是，多谢太上长老。太上长老，您放心，我已经搞定了。好，干得漂亮！你叫什么名字？我一会儿会让门主好好的培养培养你。嘿嘿嘿，太上长老客气了，俺叫魏淑芬，家住……行，别的不用说了，知道名字就行。是，多谢太上长老。不用客气，这是你应得的。那太上长老，我先退下了。退下吧。老齐，那些老家伙来没来呢？算算时间的话，应该就在这2天了。怎么着？你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对付这些老家伙了？不过你当年干的那些事儿，你是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再说一遍，当年那些事情不是我干的，不是我。行，不是你，你转世了，你说了算。况且你现在承不承认，他们都认为是你。不过你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只怕有点过于招摇了，他们会有防备心，你不好下手啊。没事，这就要看赌局要怎么设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实力，他们有多少防备，只要赌局啊，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用啊，你也没交学费，不教你。啥意思？这是啥意思？还他妈跟我藏私？陈兄，我待你不薄吧？你在我齐家吃吃喝喝的，又用了那么多资源，进了我那么多仙灵石，我有说过什么吗？你说我没交过学费，我交的还少吗？怎么说？我教了你，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对，你教我，之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你借的仙灵石我也不要了。好，我教你。妈的，好像又上当了，我是不是又赔了？仙灵石本来就是有去无回，要是能学到一些本事，倒也是值得。没错，我这一次没赔，绝对没赔。陈兄，请赐教。人至贱，则无敌。这6个字，你若是能够品透了，受用一生，至理名言。我投入了那么多，最后就他妈换来了你这6个字。人至贱，则无敌。人至贱，则无敌。我操，这句话好有道理啊！学吧，你要是能够学到割的一点皮毛，都够你受用一生了。大哥，这个家伙那么好忽悠的吗？就那么几个字儿就给忽悠全了？你懂个屁！我告诉你，这6个字可是不简单，里面蕴含的道理深着呢。深着呢？哪里深呢？人至贱则无敌，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6个字吗？你觉得没什么，
那是因为你本身已经深谙此道。走吧，那些人该来的似乎也都差不多要来了，咱们也应该去天骄塔了。我也想去看看这天骄总榜上面的都是些什么人。大哥，你确定要出去吗？啊，什么意思？大黄这是话里有话，我不能出去吗？啊，倒也不是不能出去，就是你得做好一个准备。做一个准备？什么准备？直到陈长安真正的走出大门之后，他才明白大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居然有男人给我抛媚眼！大黄，你告诉我，这2天都听到了些什么？其实吧，那个也没啥，就是关于你个人取向问题有些不太正常。不过这不是你受益的吗？好一个魏淑芬，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是吗？老子这一次真的记住你了。为什么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居然会有这样独特的癖好？难道就不能够包容心大一点，两者兼顾吗？哼，果然长得帅的都靠不住。白瞎了这副脸蛋了，怎么就喜欢男人呢？谁说不是？这是造孽呀！可惜了，真是可惜了。唉，为什么要让他出现在我的世界，然后又狠狠地离我而去呢？你别不要脸，人家认识你是谁吗？让你管。大哥，你瞧瞧，现在你是人见人躲呀，真威风。这威风给你，你要不要？我给你找几条公狗。别，这都是好兄弟，这就有点不太地道了吧？唉，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当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混账！你就是这么办事的？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毁的不仅仅是太上长老的名誉，我们九云仙门也会被人瞧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都是怎么传的？都在传我们九云仙门就是太上长老的后宫，都是男宠。我真想把你这狗脑袋给摘下来。长老，俺也不知道会这样啊。俺这不是看太上长老心烦，想要给他解决一下问题吗？太上长老都说了，只要让那些女人离开，不纠缠他就行。那也没说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吗？你还委屈上了？因为你也知道给我们招惹了多大麻烦吗？整个九云仙门的声誉都让你给毁了，你委屈什么？俺也不知道会这样啊。那你知道什么？收拾东西，给我滚回九云仙门，闭关1000年，不准外出。啊，还不快滚！罢了，交给太上长老吧，他应该比任何人都希望洗清这个污名。大哥，你打算怎么办呢？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吗？这可是名誉问题啊！会有办法的，只不过我还没有想好。先不管那么多了，先去天骄塔再说。陈长安来到了天骄塔附近的时候，直接来到了天骄榜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上面的排名。果然，这些人不愧是绝世妖孽，前10名所有人都通关了99层，只是时间快慢的区别罢了。之前我还以为那个什么秦雨轩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今看来倒是有点本事。这个慕云海，穆家的人，这天骄总榜前10位之中，有9位都是9大仙族的绝世妖孽，只有1位来自于龙族，就是排名第5的龙在天。龙在天，妖族都是直接用自己的种族当做姓氏的吗？那排名第11的凤火舞，就是凤族的成员。那麒麟一族的呢？麒麟一族的姓什么？你是？他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连我们是谁也不记得了。啊？陈长安，你当真不记得我们是谁了？那年你做过什么也忘了？你们可别诬陷我，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人品杠杠的，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干的。哼，你人品杠杠的，哼，喜好南风你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是你干不出来的？我去，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怎么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是想要找我算账的？原本是有这个打算，毕竟想要教训你可不容易，如今转世了，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我们也不傻，你的战力只怕我们也不是你的对手，找你麻烦的我们不是有病吗？不过你喜好南风这个事情，
我倒是认为有必要在流云域大肆宣扬一下。哎，不，你可能马上就会登上天骄总榜，到时候会名震太古仙域的。我觉得也得向外宣扬宣扬，让大家对你有所了解，没准啊还能促成一段大好姻缘，你说对不对？你们就不怕我恼羞成怒？你不说了吗？你人品杠杠的，那我们相信你的人品，你不会那么做的。啊，我去，这次居然真的碰到对手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句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谣言的可怕你应该也清楚。大家并不会在意真相是什么，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八卦和谈资。天骄总榜的妖孽居然有这样的爱好，哎，你说大家会不会兴奋呢？陈长安呐，你要是跟我们认个错道个歉呢，或许我们会放弃这样的想法的。认个错道个歉？老了，事情本来就不是我做的，还想要让我妥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唉，事到如今，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虽说这样做并非我心所愿，可眼下也只能够这么做了。我操，这小子不会是打算杀人灭口吧？这他妈不是玩不起吗？哎，等一下，你先等一下，你什么毛病啊？现在怎么杀气那么大？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啊！无极殿老祖等人也是一脸无奈，这玩不起直接掀桌子也是他们没想到的。要得商量？哎，有，绝对有事好商量，何必打打杀杀呢？啊，和解，咱们得和解。这个谣言能不能澄清一下？这不是你们自己人弄出来的吗？这事你可怨不着我们。你们难道没有推波助澜？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们只是略尽绵薄之力，你也不用谢我们啊。谢你们？我可他妈的真的要谢谢你们了。要不咱们不打赌，绝对不打赌啊！开什么玩笑？跟你打赌？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真把我们当成大傻子了，还能上你第二次当？不配合？这些人居然一点也不配合，这是怕被坑了吗？这也不干那也不干，你们来天骄城干什么？打酱油啊？原本打算看看热闹，现在不是挺热闹吗？我们觉得这一趟没白来。对，没白来，不然怎么能知道你那么大的秘密啊？呦，你可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啊！我跟你说，我不好这口，你就别想着从我们这里再骗点什么了，我们不会上当的。哎，没错，我们不是曾经的我们了，绝对不会让你占一点便宜。老齐呀，你这啥表情？咋了？你身体不舒服呀？众人看到骑士员的表情不太好看，也都有些疑惑呀。刚才还好好的笑呵呵的，怎么现在脸都绿了呢？我觉得，不然咱们听听陈长安想说什么吧。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是他赢，对不对？都是咱们吃亏，也得让他吃亏一次才行。让陈长安吃亏，这个可能性大。好兄弟，还是你靠谱啊！毕竟谁也不会想到，群众里面有坏人呢。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个卧底，一个想要让他们一起陪葬的人。老齐呀，你觉得我们真的能赢吗？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很大。咱们这么多人呢，还不比他一个人聪明？咱们这一次小心谨慎一点，不合理我们就不同意。反正是他要打赌，对不对？觉得没把握，咱们不同意不就行了吗？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打赌啊？咱们有啥好处吗？对呀，为啥非要跟陈长安打赌呀？没必要啊。当然有好处了。你们想想，陈长安如今这年龄，这潜力大不大？要是他输了，让他欠我们一人一个承诺，这玩意儿将来都有用。你们觉着呢？刘云玉困不住陈长安，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将来会崛起到什么程度，这也不好说。很可能陈长安未来会成为太古仙域的顶级强者之一，而且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只要不中途夭折，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好，这个赌注好，陈长安，你同不同意？我同意。好，那我们要是输了，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你们要是输了，也很简单，我现在只有金仙境5重的修为，所以我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这么，你们合伙给我提供资源，足够我支撑到天仙境巅峰就可以了，怎么样？修炼到天仙境巅峰的资源吗？这好像倒也不算很多吧。就这，嘿，我还以为你要狮子大开口呢。就这么点资源，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你们觉得呢？我也没问题，和一个承诺比起来，这点东西小意思。这赌注我喜欢，怎么看咱们都不吃亏。哎，对了，怎么赌啊？
那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上套了，终于有人上套了。得亏有个卧底的帮助，否则的话还真不好忽悠这帮老家伙，一个个都跟人精似的。咱们就拿这个天骄总榜来打赌，怎么样？我马上就要进入天骄塔，如果我能够成为第1名，就算我赢；如果我没有成为第1名，那就算是你们赢了，如何？放屁！那你他妈不是稳赢吗？我不干，我不干，我也不干。你自己什么战力你不清楚是吗？100万战力，你他妈成为第1名，很奇怪吗？我们就算是再傻，再想要得到你的一个承诺，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的。明知道是输还赌，你当我们是棒槌啊？果然，越来越不好骗了。修为越高的人，脑子越清醒，越不容易冲动。这帮老家伙，一个个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怎么办啊？这个叶北玄很厉害吗？陈长安突然的一句话让众人都是一愣。你们这个做什么呀？这叶北玄的厉害还用说吗？叶北玄此人5000岁就突破到了仙王境界，1万岁达到了仙王巅峰，如今应该还不足2万岁，但具体修为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以他的妖孽程度，就算没有突破到仙皇境界，那至少也是个半步仙皇了。你要知道啊，这仙王到仙王巅峰，寻常人可是需要修炼上百万年的时间，甚至可能几百万年，或者一辈子。而叶北玄呢，只用了5000年，这恐怖的修炼速度，只怕是无人出其右了。叶北玄也是公认的9大仙族未来的领军人物。既然他这么厉害，也只用了3个时辰通关99层，那咱们就赌，我能不能1个时辰之内通关99层，如何？1个时辰之内通关99层，这可能吗？当年叶北玄用了3个时辰通关99层，他那时候的修为和战力是多少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叶北玄应该是在仙王巅峰的时候进行冲塔的，但是他测试战力的时候只有刚刚突破仙王的时候，所以不清楚呀。以叶北玄的妖孽程度，仙王巅峰的战力绝对不会弱于普通的仙皇强者，只怕也是100万级别。若是如此的话，那陈长安1个时辰通关99层，恐怕有点难度吧？啊，同样都是100万级别战力，叶北玄都得用3个时辰，那陈长安就算再离谱，也不能1个时辰之内。我觉得他那2个时辰之内通关，都算很厉害了。那咱们赌不赌啊？这赌了，我就不信他1个时辰之内可以通关99层。你们呢？我也觉得他不行。老齐，你笑什么呀？没，我就是一想到陈长安要输了，我就开心。老齐呀，你这就有点没深沉了。你怎么能现在就开始幸灾乐祸了呢？虽然说他要输了，可是咱们也不能表现得太高兴，对不对？对，咱们要平静，要稳重。陈长安，你确实很妖孽，甚至可能比叶北玄还要妖孽，但你还是过于自大了一些。不过不要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信守承诺的。只要你输了，我们不多要，1人就要1个承诺，绝对不占你便宜。各位，那我就先进入到天骄塔了，咱们一会见。不用太着急，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也别太快，毕竟男人太快了也不好。不过抛开赌局不谈，如果你能够2个时辰之内通关99层的话，可是为咱们刘云玉争了口气呀。所以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的。对，赌局是赌局，咱们另当别论。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要不是冲着他们这几句话说的还不错，陈长安都打算让他们倾家荡产了。诸位，静候佳音吧。这就开始了。你们说，如果天骄总榜第1名的位置变了，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那还用说吗？肯定第一时间调查陈长安是什么人了。而且我感觉到时候陈长安要面对的是2种情况。不错，一种是那些超然势力的拉拢，另外一个便是有些人对他的围攻。这些超然势力已经在霸主的位置上面太久了，他们是绝对不会希望有人能够踩在他们头上的，除非这是一个自己人，或者已经到了他们无法招惹的地步了。你们说陈长安会接受那些人的拉拢吗？会吗？以你们的了解，陈长安会怎么选择？他想干啥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提醒提醒他们，我大哥估计很快就要出现在天骄榜之上了。齐世元下意识地向着天骄榜看了过去。你就知道吓唬我，
陈兄虽然第50名，他妈的，他已经50名了，这么快就通关了80层，他他妈直接飞上去的吗？陈，老齐，你没事吧？陈什么？陈长安吗？他不是进天骄塔了吗？出来了。你在看什么呢，老齐啊？天骄榜又出现什么变化了？我去，陈长安上榜了。他他妈才进去多久啊？大家聊天的时间恐怕也就是1炷香的时间左右，这就他妈80层了。就算是变态，你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啊？输了，妈的，千算万算还是输了。陈长安怎么会这么变态呀？这就是他选择转世的原因不成？妈的，看得我都想要转世了。是不是我转世之后也能那么变态呀？算了吧，陈长安就是陈长安，当年就足够变态了，咱们比不了的。这一下恐怕太古仙域真的要变天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陈长安来到了第99层。陈天，王八蛋，你在这儿等着我是吧？好好好，老子今天非要干爆你！我去，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你装，你接着装，我会认出你，难道不在你的意料之中？你装什么惊讶？果然骗不了你啊！不过我确实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眼就认出我来啊？不要想着我会知道，我只是当年本体留下来的一缕灵魂神识，我无法知道本体后面所有的事情，包括想法，所以我只记得会被你认出来。但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我并没有印象了。你这猥琐的气质，很男人吗？哦，所以你是被我这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你是不是很羡慕我这样的气质啊？滚蛋！老子没心情跟你说这些废话。我问你，你在这里留下来一缕灵魂神识，目的是什么？你专门等我，不会就是为了闲聊吧？不对，你在99层，我想要通关，就是干掉你。不，你已经通关了。我并不是99层的守卫，只有当你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才会出现。我在这里等你，是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已经通关了？那岂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了天骄榜第1名？有什么事情你倒是说呀。我忘了。我去，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你又不是老年痴呆，你只是灵魂神识，怎么可能会忘？可能是时间太久的缘故吧。如果你再不出现，我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彻底消失了。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在修为突破天仙巅峰之前，不要离开流云域。还有就是，流云域之中就只有一块法则碎片。就记得这2个了，剩下的我忘了。你不是算无一策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难道你就没想到自己留下来的灵魂神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忘了多少？那倒是不多，不过好像很重要。合着最重要的事情都忘了，就记得一些不痛不痒的。你确定是忘了，不是故意玩我？确实是忘了。哎呀，失算了。行，既然这样，那我什么都不问了。临走之前，来，让我揍你一顿。妈的，老子想要打你已经很久了。别白费力气了啊！你觉得我会没想到这一点吗？咱们后会有期。来去自如，这王八蛋是怎么做到的？真是没有想到，流云域居然只有一块灵魂法则，可他为什么一定要我突破到天仙境巅峰才离开流云域呢？是因为在外面有危险不成？陈长安总感觉陈天留在这里绝对不会只是为了简简单单的和自己说这么2件事情，否则的话书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留下来灵魂神识呢？忘了？真的忘了吗？真是奇怪啊，这一次他赌我输的还挺开心的。没办法，谁让咱们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妖孽呢？不足1个时辰就通关了99层，这个成绩恐怕不会有人打破了。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多妖孽呢？叶北轩已经被称为第1妖孽了，不也用了3个时辰呢？未来呀，只怕是他陈长安的天下了。各位，你们也该兑现承诺了吧？我打算闭关了。承诺？哎，不就是资源吗？这还不简单？哎，没问题。你打算在什么地方闭关？不过是突破天仙境巅峰而已。我们几个人现在手上的资源应该足够了。哎，
你摇头什么意思呀？你这是小瞧了我们呐！我们手上掌握的资源可没有那么少。来，大家都把东西展示出来，让他看看我们的底蕴。你为什么不说呀？为什么？老齐呀，我们当你是兄弟，你当我们是冤种，有你他妈这么当兄弟的吗？哎呀，老齐呀，我算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好，我算是看清楚你的人品了。老齐，你好样的！齐世元此时也是欲哭无泪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长安得到了好处之后，居然把自己给卖了。各位听我解释，这都是陈长安对我的诬陷，都是诬陷的。好，诬陷你是吧？那我问你，你之前是不是就知道陈长安的具体实力啊？这确实知道。很好，那算你敢承认。那我再问你，你知道他突破一次需要很多的资源，这个没错吧？这个我也知道。所以你给我们传消息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我们下水，你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吃亏，这个也没错吧？你这不用解释啊，别解释，解释也没用。要不是陈长安说出来，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们呢？把我们当傻子耍？还好人家陈长安人品过硬，不屑看到你这种小人嘴脸，要不然呢，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你看看人家陈长安，你再看看你，咦，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呀？我操，什么情况？当年你们可不是这么形容陈长安的呀？怎么，他现在成了人品过硬的好人，老子成了过街老鼠了？算了，懒得搭理他。走吧，咱们回去给陈长安弄资源吧。真是活见鬼，没见过别人突破天仙境巅峰需要这么多资源的。哎，这一次啊，咱们可真的是大出血了。不足1个时辰，通关99层，有点意思。我的第1名已经被他抢走了吗？叶伟全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先是一愣，随后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期待。那是一种终于拥有对手的期待呀。陈长安，好名字。告诉叶家的人，这个陈长安我会亲自去会会，不需要搞什么小动作，顺便帮我调查一下他在什么地方。是，少主。爹，你知道吗？你听说了吗？我天哪，这个陈长安也太狠了！这才多久的时间呢？直接登顶天骄榜总榜第1名了，而且他的成绩比叶北辰的还要离谱。我当然听说了，你激动个屁呀！你现在都变成第3名了。啊？我不应该激动吗？这不是咱们自己人吗？我姐呢？哎，我姐知道这个消息啊，要是我姐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吧？爹，你还打算把姐姐关多久啊？你看，现在陈长安的天赋那么恐怖，是不是可以放过我姐姐了？你懂个屁！我那是关着你姐姐吗？我那是给她时间好好修炼。太玄界那些年，你姐姐耽误的太多了，她需要好好的修炼，填补这被浪费的时间。你姐姐的天赋可比你强多了，如果不是当年她选择跑到太玄界，当年的天骄总榜必然会有你姐姐一席之地。与其担心你姐姐，还不如多担心一下陈长安。他登上了天骄总榜，就等于把自己暴露了出来。王家的人只怕很快就会找到他了。爹，那个王之维还没消气呢，就他那种货色也敢找陈长安的麻烦？天骄总榜第1的存在，他恐怕也需要掂量掂量吧。要不然的话，他也不怕将来陈长安崛起之后灭了他王家呀。不好说，这就要看王家人的心胸如何了。但不管怎么样，陈长安如今恐怕已经引起了其他8家的注意了。这小子呀，确实妖孽，崛起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爹，我能去看看姐姐吗？我还是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她。哎，去吧，不过有话快说，别耽误你姐姐修炼。哎，好，那我去了。姐，我来给你报喜了，姐。你给我报什么喜？姐，你这么聪明，你猜，我能给你报喜的话，会是什么事儿啊？陈长安，你有陈长安的消息了？对，姐，就是他的消息，天骄总榜第1名，陈长安。看来我这徒弟啊，真的是后来居上，实力已经超越我了。姐，就陈长安如今的成就和名气，你应该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吧？恐怕就算是族中那些老家伙，也会掂量掂量。毕竟啊，陈长安若是成长起来，可比整个王家的价值都要高呢，应该不会再让你去嫁给王家那个人了吧？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将王家的事情放在心上，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只不过我没想到陈长安会崛起的这么快，看来若是我再不努力一些，真的没有办法追赶上自己这位徒弟了。姐，
你难道是想……慕云海震惊地看向慕云瑶，似乎已经知道了慕云瑶有什么样的打算。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仙魔秘境危险重重，真的不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就算是仙皇，甚至是仙尊境界的人，也不是很愿意前往仙魔秘境的。这风险真是太大了。仙魔秘境，而原因就是这地方的出现和陈天有关。在陈天出现之前，太古仙域的人族和妖族经常性的会被魔族洗劫，直到陈天的出现，将整个魔族斩杀一空，彻底的解决掉了太古仙域的麻烦。仙魔秘境和太古仙域的时间规则不同，外界一天，仙魔秘境之中就是1年，且众人发现在里面修炼的速度提升得很快，缺点就是太过于危险。我早就有了前往仙魔秘境的打算，只不过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而已。如今看来，必须去冒险一次了。修炼之人哪有不冒险的？姐，你真的决定了吗？决定了，我相信父亲也会支持我的。这，好吧。哎，你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我跟你说过，这条路很危险。爹，我知道，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让我的实力快速提升的选择。它就真的这么重要吗？一直以来都是我这个做师傅的保护他，要是有一天突然要让他来保护我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习惯。无论如何，我这个当师傅的也不能够拖徒弟的后腿，不是？爹，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数。仙魔秘境虽然危险，但只要小心一些，不会有太大问题的。王兄，你这么大老远的跑到我们穆家，是你们王家已经等不及了？我这一次过来是为了解除婚约的，我们并没有放弃和你们穆家联姻，只不过人选已经不再是慕云瑶了。穆兄，明人不说暗话，我也不和你耍心眼。大家都是聪明人，联姻是为了巩固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很显然，继续选择慕云瑶只会让这个结果更坏。而且，陈长安是谁，别人或许不清楚，但你和我都清楚。这小子太诡异，我们王家不想得罪这样的人。况且，我们只是把联姻的人选换了一下而已，彼此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损失。至于丢不丢脸的事儿，重要吗？都到了你我这般身份地位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远远比脸面重要，你说是吗？王兄，我很佩服你的这个决定，王家选择你当这个家主，还真是明智的选择。这件事情，我同意了。看看人家王明海这头脑，再看看自家那些老不死的，一个个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就因为他们抹不开面子，觉得慕云瑶的行为有失体统，才会让慕云瑶离开太古仙域。不过，说起来倒也并非全是坏处，起码得了陈长安这么一个徒弟。你觉得选择谁比较好？要不还是问问谁愿意比较好。我是真担心你们穆家的女子再跑了一个，到时候再领回来一个陈长安这样的人物。不如这样，你将你心中的人物挑选出来几个，我再从穆家挑选几个合适的人选，到时候让他们先接触接触，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样也就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了，可不是咱们逼迫的，那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了，对不对？好好好，穆兄此计甚妙。好，那就这么定了，男女都行。你回去挑选几个合适的人选通知我，我这边也好好选一选。那，云海，你躲什么呀？没躲呀，我就是突然想到点事儿。那个我看你家云海这孩子就不错，我们王家……爹，王师叔，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我还小，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事儿了，告辞。臭小子，你有什么事儿啊？我去找我姐夫。姐夫？谁呀？这臭小子什么时候有姐夫了？难道是慕云瑶这丫头成亲了？没有的事儿，那丫头去仙魔秘境了。什么？你居然让她去了仙魔秘境？她才什么修为？你知不知道这……我知道很危险，但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应该是为了陈长安吧。陈长安？难道说这师徒两个，慕云海的姐夫不会就是陈长安吧？我操！想到这里，王明海也是一阵后怕，还好自己说服了王家的人，否则的话，这陈长安日后不得把王家给掀了呀。穆兄，我觉得咱们选人的时候还是先问清楚他们是否已经有了意中人吧，谨慎一些。有道理，谨慎一些。
我说过了，你现在还追不上我，再努力努力吧。差的又不是很多啊，况且你也追不上我姐夫呀，你也多努力努力吧。陈长安，真的是你姐夫？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事儿啊？哎，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想知道一些关于我姐夫的事情吗？我告诉你，我可知道很多很多，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说吧，我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够得到这些消息？聪明。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弄到了不少好东西，分一半怎么样？哼，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些东西费了多大的劲儿？你一张嘴，直接要走一半，你好意思？切，不给拉倒，我还不想说了呢。哎呀呀，我姐夫的经历啊，堪称传奇。你知道他才修炼了多久吗？你知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超越你了吗？反正我知道这一切之后，我就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哎呀，真是没有想到。行，别说了，我给。哎呀，你看看，早这样不就好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些事情啊，绝对的物超所值，你就偷着乐去吧。要是别人，我还不告诉呢。你确定东西给了你，你所告诉我的东西真的有用？如果我发现你骗我，从此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做，追着你打。你最好想清楚。我操，这家伙也太狠了吧！什么也不做就天天追着我打，至于吗？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我是那种小人吗？还追着我打？那什么，走，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告诉你。好。叶伟全和慕云海走了，但是两个人的谈话内容还是被不少人听到了。陈长安是慕云海的姐夫，陈长安居然还有这样的背景，9大仙宗穆家的女婿，怎么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啊？我天哪，不是说陈长安喜好南风吗？对呀，我也记得之前流传过这个传闻的呀。没想到陈长安居然是穆家的女婿，那这个传闻恐怕是假的吧？当然是假的，否则的话，穆家怎么可能让陈长安成为女婿啊？陈长安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因为慕云海的几句话，就让之前的传闻瞬间解除了，甚至还有不少人开始为陈长安打抱不平。你们不好奇陈长安的秘密吗？好奇。那咱们要不要也过去听一听？哎，走，咱们过去偷听一下。这不好吧？哎，那你去不去？去。可他们还没靠近，就已经被叶北轩发现了。想听可以，这消息是我买的，你们要听，把你们手上的资源分我一半。不行，那可不行。叶北轩，你给的东西只能够让你一个人听，其他人可不行，除非……可以，到时候分你一半。成交。叶伟全和慕云海两个人此时笑得跟个奸商一样，这让其他人都是一脸无语。这就是元天骄总榜第1名和第2名，怎么感觉瞬间逼格都降低了呀？算了，我太好奇了，我给。你们呢？我也给。大家围在一起布置了一道结界，隔绝了声音之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慕云海。你他妈倒是说呀，让我们过来看你发呆呀！慕云海白了苏文谦一眼，随后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陈长安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了出来。可就是这些事情让叶北玄等人听的是目瞪口呆，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敬佩。不可思议，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从下界飞升到了太古仙域的时间还不满20年，怎么就算他飞升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准仙境修为，不满20年修为突破到金仙境5重，还他妈拥有仙皇级别的战力，他还是人吗？你确定自己没吹牛？你可不能因为他是你姐夫你就胡编乱造。我胡编乱造？来，你来问问王天罡，他应该知道一些吧？我知道什么呀？我说你们王家的王之伟什么时候去的太玄界？什么时候和陈长安发生的冲突？你应该知道一些吧？这个我知道，应该是10多年前吧。这还真的不满20年。这一刻，众人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怎么修炼的？这陈长安究竟是怎么修炼的？你们看我干嘛呀？我是废物，行了吗？我要是废物，你们比我还废物，你们就是大废物。不是，你就没有啥想法吗？想法？还能有什么想法呀？陈长安在太玄界玩了1万年没修炼，满打满算，一共修炼的时间都不足50年，这他妈还怎么比啊？还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呀？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看看自己和陈长安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可他一直闭关，这都2年多的时间了，也不知道有多久。修炼之人，闭关一次的时间也不短，你难道想要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吗？这段时间就将修炼的事情放在这里吧，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你们呢？
既然你都等下去了，那我们也等等。对，我也想要看看这陈长安究竟有多强。那咱们就一起留在这里，等陈长安出关。好。没完没了了是吧？啊，是不是没完没了了？你们家大哥是不是有点太败家了呀？啊，还要都给我薅秃了！